气里灰尘，不要实现。麻木只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绝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灰尘你中我无聊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2个月没驾车了，我好兴奋呢。妈咪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妈咪啊，我现在要到快乐屿去。他们不只是佳琪的家人，也是我的家人。我住院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有来看我的。不会啦，人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不再那么倒霉了。就这样啦。拜拜。妈咪一直忘不了我几乎丢命的那个晚上，可是奇怪的是，我却一点记忆都没有。当妈咪说给我听的时候，我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。当我再睁开眼睛时，已经是3天后的事了。医生除掉了我脑里的积血，但是也除掉了我对佳琪的幻觉。爸比，我的孩子呢？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知道我失去了和佳琪的唯一联系。我真的很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醒来，真的很希望佳琪来把我接走。我伤心又难过的躺在病床上，想起佳琪曾经说过的：不要把一切看得太在意啊，要像我们招牌一样，时刻做一只快乐鱼。风雨来了一去，多少时光化作一声鸟啼。人不过是岁月的过客，在有限的生命中，一定要活得精彩。是的，我不但要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精彩。佳琪并没有离我而去，她一直就在我心里头。我时时刻刻都能跟他分享快乐，共同承担困扰。我也知道，他心中最牵挂的就是这是我手术后第一次回到快乐屿。罗佳玉，罗佳玉，什么事啊，大姐？有没有看到佳玉啊？没有啊。下车！你玩得在啊，大姐哈！你要下车！你干什么呢？好好说嘛！好好说，我好好说就
买月的时候，半路又是没有油死火，我还要搭车去油站买油。我已经说过不能够用车了，可是他们竟然偷走我的车钥匙啊！ Hello，come on， 大姐，我们不是偷啊，我们是光明正大拿那个车。这辆车是属于快乐姨的，不是你的车 ，OK？ 快乐姨这间店是阿公留下来的，阿公留下来，接下来就是法的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对我们指指点点的？哈，别哈！现在我打理这间店，一切就要听我的。 Please 啦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皇太后 Queen 啊 ？Sorry 啊，我们赶着去做生意赚钱，你不要挡着我们的财路啊！不要走，你赚你的钱，不要用我的车去赚钱。 Hello， 什么时候又变成你的车？我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这辆车是属于快乐鱼的，什么时候变成是你的？哼！哎，雅喜，你听听，你看看，他分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一切变成他自己的，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以后店啊、屋子啊都会变成是他的。雅喜，你不要乱放屁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不要把雅喜拖下水，他刚出院啊，你最好少烦他。 不要讲得那么好听了哈！你最好希望雅喜什么都不要理，那你可以顺理成章接手所有的一切哈。不过你不要忘记，大姐，马德临死之前交代非常清楚啊，你跟雅喜一起打理快乐鱼的，你不要想一个人独吞呐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想一个人独吞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周围已经有很多人在看热闹了。是啊，老婆，算了啊，息事宁人啊，如果我们吃了，影响是会更大的啊。 大姐，你大德是打油多少钱？我给你就是了，其他事我们慢再谈好不好？100块钱。哇！100块钱？喂，我们打满这辆车啊都不超过50块，你要100块，不如去打抢银行。还有租车费啊！以后你们用车可以一次50块钱。Crazy 哦，神经病！不要管他，上车。大姐。喂，你把钥匙放下！大姐，大姐。 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大姐，别争了，你放手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要放手，车不是你的，是快乐鱼，讲的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还给我！不行，快乐鱼的，住手！她是妈的大姐。我躺在医院的时候，她忽然出现，据说当时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姑姑更以为是妈的鬼魂找她报仇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她是从沙巴来的大姨妈。奇怪，怎么以前没有听妈说过她有一个姐姐？不行，快来！打死不理亲姐妹，吵什么吵？哎呀，大爷好痛啊！钥匙给我，给我啊！钥匙不要给他！哎，我的货还在车上，你要赔啊！赔你的头啊！我要你赔我啊！车钱要车油啊！不要给我！不要吵啊！我啊！哎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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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钥匙给我。你看，上车。哎呀，姐妹之间有什么事情啊，不能好好说，大庭广众的又打又吵，成何体统？大姨，你以为我想跟他吵？我忍他已经忍很久了。店里的生意啊，你都看到的，天天贴钱啊。可是啊，他还是用车用油把我们卖剩的炸鱼卖给那些外国劳工，1分钱都没有拿回来。我就是因为啊，看在她是我亲妹妹的份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他现在竟然过分到车子油箱空了都不舍得去添油啊！你说我还能忍吗？佳玉的性格是像足了你的妈妈。以前啊，我和你的妈妈做姐妹的时候啊，还不是整天被你妈妈气得呱呱叫。她呀，做什么事情总爱先斩后奏。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太江湖上啊，腥风血雨。你刚刚恢复元气，最好还是这样置身事外，在这边避风头会比较好一点。想不到这个大姨的力气这么大，把大姐一扛就走了。他还有更厉害的。还有什么厉害之处？人家说打死不离亲兄弟，姐妹还不是一样吗？为了那么一点点钱啊，要大打出手，你值得吗？钱嘛，生不带来是死不带去，难道你要躺在棺材的时候用那个钞票拿来当被盖吗？大姨嘴巴的杀伤力啊，已经到了最高境界了，连大姐这臭嘴掌门人啊，都不是她的对手。我还以为大姐已经是天下无敌了。大姨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也是这么想啊。可是现在证明了一句话：
一山还有一山高。阿姨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没有空听你说这些，你不要讲啦。我现在不说，什么时候再说？你的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你爸爸又是一个不爱理事的人，整天跑到不见踪影哦。我这个做长辈的一定要好好教你们呐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是做大姐的，以前呐还不是常常抽你妈妈的气啊，我都忍耐了。你的妈妈再怎么无理取闹，我都吞下去，这就叫做姐妹情深呐。谁叫我们啊是做姐姐的？做姐姐的就是要有一点气量，受一点委屈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没有关系，你大量，可是我不同，我是小气鬼，我斤斤计较。你不要再跟我说，我不要听啊！嘉琪，你听我说啦，嘉琪呀，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？大姐啊，终于碰到她生命中的克星了。那么大姨呢，就是专门降生来对付她的。你不要跟着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听，不要跟着我。我问你啊，世界上什么最亲？那就是父母亲啊，那就是兄弟姐妹亲。当你遇到困难的事儿，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想到自己的家人哦。好，所以啊，你要对你的兄弟姐妹要多体谅哦。大姨啊，嘉琪说她不想要再说了。他不用说，我说给他听就好了。我现在不说的话，以后说我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对，嘉琪啊，哎呀，你听大姨的语气真心话。大的照顾小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就好像大鸟要照顾小鸟，大鸡那要照顾那个小鸡吃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嘉琪，大姨，雅喜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好一会儿啦，刚才我也在外面呢。哎呀，我忙着照顾他们两个，劝他们姐妹不要吵架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这里呀，滑溜溜的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说话。你刚刚从医院出来，一举一动还是小心一点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完全复原啦。那，雅喜这就对了啊！既然佳琪已经不在了，他还来这里看我们，他心里因为惦记着家人，这就叫做亲情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这边死了老公，那边早就跟别的男人去约会了，哪有什么情，哪有什么义呀？雅喜，你真的是很难得呀！啊，哎呀。我刚才说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对，嘉喜呢？他往前面跑去了，他到楼上厕所去了。哎呀，嘉喜，哎，到底他什么时候回去沙巴？大姐，大姨是住沙巴，不是住大巴窑，你以为说走就走啊？可是他已经住了2个月了，他要住多久？那就是天知地知，你不知，我们也不知啦。嘉喜，走。哎，去哪里啊？他再跟我啰啰嗦嗦的话，我就给他逼疯啊！哎，对了，家福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跟我说店里天天都在赚钱的，怎么刚才我听大姐说店里天天都在贴钱啊？我的好二嫂，你要我怎么跟你说？难道你要我对躺在病床上的你说，二嫂，快乐鱼就快完蛋了？家福啊，我要知道快乐鱼现在的真实情况，你要照实报告，一点一滴都不要骗我。快乐鱼现在的生意啊，只有以前的3成，这2个星期啊，已经降到2成了。有没有搞促销？搞有什么用？快乐鱼的口味都已经变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不是已经把腌料的秘方告诉你了吗？你没有照做。当然有啦，要炸出好吃的鱼，不只是秘方，那火候方面、调面粉、炸鱼的时间控制都很重要的。佳倩呢？这些佳倩都做得很好啊。William， 佳倩呢？他投靠到对面去了。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？还不是大姐把他逼走的。大姐这个人呐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看快乐鱼啊，迟早都会断送在她手里的。家福啊，你这么说对佳琪也太不公平了吧？那大家都有眼睛看的。再怎么说，佳琪也花了很多心思还有时间在这店里面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她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管理。快乐鱼在她手上已经成为一个笑柄了。还有，你也有份啊。
什么事啊？你看了这卷袋子之后，就一清二楚了。红儿现在，妈妈咪啊！ Yes, sir. 啊，妈妈咪 ，Mongo，How are you? I miss you so much. 真的是你啊，太意外了！你怎么会回来的？是妈找我回来的。自从三姐走了之后啊，整个家变得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大姐就去把妈妈咪给找回来了。你赶快进厨房啊，倒杯水给妈咪狗喝，记得啊，多加点冰块。啊 ，You want to watch this tape again? Yes. Mamma mia, then I better get more ice. 什么录像带这么恐怖？你还记不记得美味天王邀请我们上节目啊？记得啊。那这呢，就是大姐上美味天王的实况录影啊。大姐上节目，那佳倩呢？一起上哦。那还好。不过她是代表正宗快乐鱼。什么？美味天王那天的主题是美味炸鱼大比拼。我们邀请了2家新加坡很出名的炸鱼店。第一家是开业28年、享誉新加坡 Die Die Must Try 的快乐鱼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最近刚刚崛起、来势汹汹的正宗快乐鱼，掌声欢迎。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2家都打着快乐鱼的招牌呢？对啊，那到底哪一家才是真正正宗呢？哎，只有让当事人来解释一番了。来，有请罗小姐。快乐鱼呢，是我爸爸罗弟一手创立的，我是他的女儿，他把炸鱼的功夫都传了给我，所以我们的快乐鱼才是正宗快乐鱼。说到正宗，谁能够比我们正宗？我们快乐鱼快乐28年，从我祖父传到我母亲，我母亲去世后呢，就由我一手打理。我们的炸鱼才是正宗快乐鱼。吃过我们炸鱼的人都说啊 ，Die Die must try。我们才是正宗快乐鱼，我们的才正宗。我们才正宗，我们才正宗。好了，那到底谁才是正宗呢？那要试过才知道了。没错，那我们不啰嗦，请2组人马各就各位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本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5位响当当的人物来当我们的评判嘉宾。第一位出场的就是新传媒阿姐郑慧玉，第2位是新传媒阿哥周出明。实力派演员，精彩的片段很快就要来了，千万不要眨眼了。天哪！Mom, ice water。炸一半还会跳来主持人身边。哎呀，大姐都没有注意火候，你看佳倩不停地调整温度的。还有更丢脸的呢。二嫂，这些丢人现眼的片段呢，就不要看了，看看成绩吧。亮出成绩。哇，5-0啊！看来呢，今天的评判嘉宾都一致的把心中那一票投给正宗快乐鱼，恭喜！恭喜正宗快乐鱼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抗议！我要求重新比赛！这是不公平的！哎，评判是不公平，不公平！评判谢谢大家。我要求重新比赛！大姐她还以为在抗议游行呢。妈，还要再喝一杯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真的不用吗？不用了，我现在很冷静。当初我们都劝大姐啊，不要去上这个节目，可是她偏偏不听，说是宣传的大好机会，坚持要去参加。结果啊，节目一播出来之后，人家对面是大排长龙，我们呢，你不要说什么买1送1、买1送2啊，小猫2、3只而已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即使搞促销也是无济于事的。现在大家都士气低落，
老爸整天往外跑，也不晓得在忙些什么。你个叉烧包！大姐呢，死不认错，整天埋怨风水不好，阳台外面那个八卦越换越大的。威廉呢，接了10多年的薯条，一紧张还会切到手。哎，那大姨呢？大姨，哼。就像你去买西瓜一样，你看到一颗又大又圆的西瓜，以为里面一定是好料，结果你买回来切开一吃，又不甜又没汁，重看不重吃。最惨的是啊，耳朵还要受罪。我本来想离开这里，回去搞舞台剧的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还是等你回来之后再做个决定。只要你说一声放弃啊，我马上就说拜拜了。不能放弃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快乐有阿公的心血，有妈的心血，也有我的汗水，还有你二哥的心愿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。先生，你的水。哎，欢迎光临。不过现在已经客满了，待会我再帮你安排位置啊。哎，雅喜啊，姑姑，你出院啦？上个星期出院，我在我妈家休息了1个星期了。哦，气色还不错啊，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。哎，上次你在医院的时候，我想到医院去探望你，结果遇见了佳喜，把我赶出来了，所以就没机会见到你喽。姑姑有心了。现在他们1个2个把我当仇人似的，可是啊，我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的。做生意嘛，你有你做，我有我做，何必搞到连亲戚都没得做是吗？我安排位置给你坐好不好？不必了，姑姑，你的生意这么好，还是把位置留给客人吧。我是来看佳倩的。佳倩呐，她在厨房里忙着呢。那我可以进去看她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你慢慢走啊，小心点啊。我听家福说，那次要不是佳倩及时阻止文杰，我跟家福都可能会被文杰打死。可是，我走快点啊！文杰却死在佳倩的怀里。佳倩是为了救我们而失去了最心爱的人。阿烈，阿烈，阿烈，什么事？你眼睛瞎了？你没有看到我已经把鱼炸好了？ OK， 有话好好说吗？说了瞎脸，很伤人的嘞。我是请你来做工，不是请你来啰啰嗦嗦的。赶快把鱼拿出去了。拿去拿喽。Hello。佳倩，你好吗？有什么好不好的？还不是这样过日子。那天晚上，喂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 exercise 啊。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说那天晚上怎么样了？那天晚上是我打死文杰的，我是杀人凶手啊！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我杀了人还可以逍遥法外？不是的，佳倩，你不要误会，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阻止文杰，要不然我跟家福就是喽。如果你真的是杀人凶手啊，警方早就控告你啦。因为他们都瞎了眼了，他们不只应该要抓我，更应该抓那些害死文杰的人。文杰，他为什么会发狂？为什么他又会受伤的？你应该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是谁害到他发狂？是谁害到他受伤的？我不知道，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的。你们1个2个全部都推得一干二净的。现在大家只记得是我打死文杰的，文杰是死在我手上的。不是的，佳倩，你没有杀文杰，你没有。在当时的情况，你也别无选择，你也没有时间想太多。
你也没有办法去预见事情会怎么演变，你只是想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。对，你去做你的事啦。哦 ，OK。你说文杰不是我害死的，那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啊！文杰为什么会忽然发狂？因为他发现有人偷偷进来看他做腌料的秘方啊。威廉和大姐是罪魁祸首，那家福呢？又是谁派他进来的？就是他。家福年轻不懂事，你指东他就去东，你指西他就去西。像你这种读过几年书又自认长得漂亮的女人，最阴险了。我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叫家福去偷什么秘方的。佳姐，你要相信我。别碰我女儿，你少在我面前做戏了。你是不是因为快乐鱼就要关门大吉了，想回来拉佳倩回去救命？你不要做梦了，你给我滚！你再不走就拿刀砍人了！妈，你干什么啊？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滚！哎，梁喜，你还在啊？喂，哇，为什么你的衣服湿湿的？哦，刚才洗手的时候弄到的。喂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你刚做完脑部手术，不要再伤到自己了哈。知道了，二姐。哎，雅喜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你把东西全部给我。来 ，TT 那边你联络一下哈。哎，尽量压低它的价钱 ，OK？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OK。好，赶紧。可以吧？哎，雅喜，你赶不赶时间？借我你的车用一下，好。哎，钥匙。人家说佛靠金装，人靠衣装，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啊！哎呀，现代人啊，更少不了一辆名牌的车子，特别是谈生意的时候。二姐要去谈生意啊？我找人谈合作，准备做什么生意啊？那些我从泰国引进来一系列的内衣裤，哎，销路不错的。我打算呢开专卖店，所以想找人投资。好，哇。二姐啊，你这些内衣裤的设计很特别哦，你喜欢啊？哎，拿去穿啦。哦，不用了，我那里适合啊。怎么会不适合啊？你身材那么棒。我听说二姐跟二姐夫这些日子以来拼命的赚钱，他们不会放过一切赚钱的机会。好看。第二优胜队伍是皇家，恭喜皇家！现在请他们来进行开宝箱游戏。黄先生、黄太太，现在呢，你们有一次开宝箱的机会，我给你们10秒钟决定你们要开几号宝箱，计时开始。第10秒内都没跳跳。哎，8号，发了8嘞！不，18一定发，一定发。不要8号比较好，8号，肯定发。18号，阿咪，这个人个8哎。恭喜皇家赢得88元的奖金。哎，谢谢，真的有8哎。那一次，他们虽然只开到一个88块钱的宝箱，可是却叫二姐跟二姐夫手心万丈，竭尽所能的赚钱。Thank you。你摸我的屁股！我们有什么事啊？啊！你要他摸我的屁股，还要赖呀？你看，我的裤上还有泥土的印，明明从他的手上印过来的嘛。哦，你竟然摸我老婆的屁股啊！意外，那是意外。是不是意外？你跟警察讲好了。哎，老婆，先别报警。如果他被警察抓去，不但不能留在这里工作，而且还会坐牢打鞭的，屁股会开花的。那我赔偿你好了，你要赔多少？30。30？你发神经啊！我的屁股有那么 cheap 那么便宜吗？300啦。没错，300。家福说啊，赚钱的形容不够贴切，应该说是抢钱才对。
在这里下车，记得我刚才讲的话哦。二姐啊，这样做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我们又不是做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们是光明磊落的吗？哎，你就帮我这次忙嘛，下不为例 ，please。Thank you。谢谢啊，雅喜。你好，我是 Krista。你好，请坐。OK， 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没关系，喝点什么？Coffee please, thank you。你看起来很忙啊。哎呀，是啊，忙死了。哎 ，sorry， 我听个电话 ，excuse me 啊。喂，老婆啊，弟弟说要7、8个人不是问题，只要他写信回家乡，700、800个都行啊。不过那些人来的费用都要我们包。而且啊，他不止每个月要1500块的薪金，每年啊还得分给他20%的利润啊。Joe 啊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？20% is too high， 太高了。那到头来我不是白忙一场啊？你身边有人啊 ？OK，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压他价是不是？不过他说要我们先拿出5000块，让他把那些人接出来，你说给不给啊？啊？500,000？哎呀，50万啊，Joe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信任我？哎，可是我还是要考虑考虑的。你给我3天的时间好不好 ？OK， 明白你的意思，拜拜。Hello， 弟弟。啊。My boss said not possible 啦。You now only earn $500 a month. We give you $1,000, already 100% increase. And your job is so simple. Just take care of those Bangladesh, right? And you want 20% share? No way. If you want, we can cooperate. If you don't want, then we 拉倒。Joe, wait. Sorry. Don't like that 啦。Everything can talk 啦。我们好商量。这些都是我从泰国引进来的货，你看，质地又好啊，价钱又便宜啊，很多分销商啊都打算跟我进货，都抢着要的，因为又快赚钱了，又好卖啊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呢把这些呢做一个品牌，I want to brand it，OK？最好呢能够开专卖店，一开就开7、8间，把声势搞大一点啊。哎呀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有个朋友想出50万来投资，不过呢，我不太信任这个人。那你信得过我吗？比利，虽然我跟你萍水相逢，不过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财经追击里的访问啊，哈，我觉得我跟你很投缘哦。哎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有眼光、有冲劲，又勇于创业、敢冒险的年轻企业家，我非常欣赏你。哎，我最欣赏你一点就是你的诚实的眼睛啊！哎呦，我所以才敢打电话给你啊。我还以为我让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的牙齿。你真的有幽默感啊 ，Billy！ 怎么会？这叫做有性格、有 character， 好像香港那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一样有性格，我喜欢啊！哎 ，Mango 来，我替你介绍。哎 ，Billy 吧 ，Mango 是我们公司市场部门的副总裁，他很能干的，专门帮我们开拓市场，哎，也很卖力哦。你看他满头大汗，辛苦了哈。哎，我替你介绍 Billy 嘛，你不要看他年纪轻轻，他可是年轻有为，刚刚得了年轻企业家奖哦。可是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很 friendly 啊。我一打电话约他出来，他马上跟我见面，多给我面子。来，坐。你好，坐。哎，雅喜啊，你不是有东西要交给 Philip 吗？哦，这是计划书。哎 ，Philip 啊，你仔细的阅读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出来 ，no problem 的啊。如果你觉得值得投资的话，我们再进一步的谈 ，OK？ 好啊。哎 ，sorry， 我接个电话，哎，你们慢慢聊啊。你换工作了？不是 ，Kristen 是我先生的二姐，我是被他拉来客串的，对不起啊。我看我二姐不是有意骗你的，我看过她的计划书，她写得很实在，她只是急着找人投资来实现她的计划。可是我对这种东西真的没有什么研究。那你又跟她出来见面？她打了20多通电话给我。那你出来敷衍她？不是，
因为我觉得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有热忱，要不然是不会成功的。我看他这么有热忱，所以便决定跟他出来见面。对了，那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你的时候，并没有碰到他。说到医院，我真要谢谢你啊！谢我什么？据我一名的 Dr. 赵是你朋友对吗你怎么知道的？ ？Dr. 赵无意中说出来的。老赵呢是我的中学同学，他在脑专科方面呢是挺有名气的。别的医生呢要把整个头颅切开的手术，他只要开个小洞就行了。所以那一天我听说你出了事，就马上赶到医院去。我听家福说啊，那天你跑得太急，撞到了嘴巴，流了很多血啊。可惜啊，没把我这个龅牙给撞断掉。不过真是谢天谢地，还好上天让我认识你啊，要不然我真的很难想象我的头被锯开的样子，太可怕了。怎么样？看起来你们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哦。不过 Krista， 我对这些女性用品并没有什么。没有兴趣是吗 ？William， 你放心，只要这些内衣内裤啊穿在美女身上，我包你对她们有兴趣。我看我很难会有这个机会了。你不觉得我比维拉亨还恐怖吗？所以我说你真的很有幽默感。你都说了，威廉亨他那么恐怖，都可以变成超级偶像，更何况是你啊？你年轻有为，还刚刚得了年轻企业家奖，还怕没有美女对你头还冲爆吗 ？Beauty and the Beast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，不过又要漂亮又有爱心的美女，到哪里去找 ？No， 县城不是有一个喽？扫干净啊，要不然环境部的人来敲我就死给你看呐！哎呀，饭都不给人好好吃，要做死咩？喂，你的饭哦，我已经让你吃了1个钟头20分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好好吃啊？要不这样咯，我请一个人啊来为你吃饭，做你的工作，拿你薪水好不好？丽姐，你都知道了，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那还不快点做工？好了，啊，连嫂啊，等一下你骂完了去吃饭啊。美丽啊！啊！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，先去吃饭吧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1带2啊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老板，你放心啦，孩子啊要吃多点苦嘛，以后啊才会有出息的。哎，老板不如这样啊，你先回去休息，这里由我照顾就可以了。那你记得吃饭啦。啊，拜拜。好了，美丽，雅西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来进来坐。好啊。美丽姐，等一下，来坐。连嫂啊，帮我拿1罐水果片哈。美丽姐，美丽啊，你去忙你的吧。那你先坐一下啊。美丽跟我就是在同一个晚上被送进医院。Hello， 你脚流很多血，这是内受伤啊！我肚子很痛。肚子？啊，肚子！你加了。快到了！走了！看taxi来了没有？我来看呐。快！我车来，快，小天啊 ！Sorry，哎，美丽，你他晕过去了，你赶快扶住他。哎，美丽，你不要吓我，美丽。喂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气功。美丽，你不要吓我啊，美丽，你一定要懂啊。我想女到底行不行啊？说也奇怪，当晚美丽到了医院，医生竟然说美丽一点事也没有，而且还检查出美丽怀的是双胞胎。到底是那个中国女人的气功真的那么了得，还是美丽的身体特别硬朗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听说大哥在接美丽出院的那天，跟她求婚了。哎呀，先不要收拾了。喝燕窝，今天是血燕呢。哇，你很有钱呐，每天1盅燕窝还血燕，起码都要60-70块嘞。又不是吃不起，你担心什么？我不想你把辛苦赚来的钱全部花在我身上。哎，怎么会辛苦？几通电话而已嘛。啊？
什么几通电话？哦，我是说，你订人啊，可以不是打几通电话而已咯。那也要你早起呀，又要开档收档的。哎呀，现在有中国侠你帮我，我现在很轻松嘞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看人家漂亮啊，就占人家便宜啊。哦，你把罗家龙当什么？哎，我可是龙哥嘞，不是猪哥嘞。我好心提醒你呀，对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小心他们反咬你一口。哎，你不要这样讲人家嘞！哎，你这条命啊，怎么说都是人家用气功救回来的嘞。我只是说他一句而已嘛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紧张什么？我是说做人要飞一点，这样人家救了你，你就应该感激他吗？是啦是啦，那我出院了，请他吃一顿饭咯，行不行？那还差不多啦。你看你整天讲，口不干咩？来啦，喝燕窝。哎，跟你讲好料嘞。哎。哇，真的是很多燕窝嘞！来，你喝一口。哦，不要你喝，你喝。哦。你喜欢几号啊？什么？你喜欢几号啦？上一次不是告诉你了咯？上一次，这一次是这一次。怎么？上一次的日子不适合啊？是啦，快点呢。医生说我怀了双胞胎，2咯，2就是双嘛，哈。哇，双对，好兆头嘞！哎，如果你觉得8月不适合，那就换9月喽。长久，哇，真的不错啊！哎，你看，9月初2就是星期6嘞。66大顺，哇塞啊！哎，你不用再去 check 过的。哎 ，check 什么鬼？那你不用 check 的话，就是confirm了咯。confirm咯？那你confirm的话我就要打电话告诉我的大伯啊、六叔啊、六婶他们了嘞。我告诉这样多人做么？当然啦，我父母虽然不在了可是我在怡保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的嘛，当然要让他们知道了。怎么说啊？结婚是件大事嘛。结婚？怎么？你不是在选婚期的咩？当然是选婚期啦，难道是买马咩？啊，买马？你又去赌马？没有啦，你看今天星期6我都没有去马场。对不过你会这样想就好啦。你妈的在世的时候最不喜欢你去赌马了嘞，所以这个习惯你一定要改掉啊。是啦。还有刚才你说9月初2是长久，双对，所以这个日子不错啊。不过我有点担心了，现在到9月还有多3个月，到时候肚子一定会变大的。哎，你说我会不会给人家笑啊？笑？谁敢笑？谁笑我打他！哇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是啦。Sorry， 小心啊！亚西，让你久等啦。没关系，你现在住哪？就在楼上啊，上下方便嘛，又可以省交通费。我的老板好的，他不收我的租金。听说你很受器重，最近还当上了经理啊？没有啦，什么经理？老板人老了，那员工又管不住，我生意大声嘛，就叫我看头看尾咯。你知道啦，现在的员工很难管的嘞，有时候会给他们气到要爆血管的。你千万别生气啊，小心影响你肚子里面的2个啊。辛苦吗？哎呀，很重咯，人家带1粒球我要带2粒嘞。那不是好咯？有的人想要都没有。亚西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这是天意。我没事，想通了就好了。这次看你好像比上次大了一点点。就是咯，我这个肚子很夸张嘞，才4个月就这么大。有些人6、7个月肚子再小都看不出。小姐你是双胞胎啊？是哎呦，惨了！到时候穿婚纱肚子这么大，一定是很难看的啦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都长得这么丑，穿什么都是丑的吗？不会啦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当妈妈还当新娘是最漂亮的。现在你2样都是还怕不漂亮啊？反正呢，我不管的，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嘛，我时都要穿婚纱的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的。什么事啊？我希望你能回快乐屿。
想法，等待你的会是家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修炼伤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会是家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想让你忘掉疲劳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把快乐当想家，幸福就变得无限扩大。回家，把热闹带回家。